Estadio Azteca 8万人的许声，上半场 Jude Bellingham 只花了98秒就打进2球，这是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史上最快的一次梅开二度。然后英格兰少了一个人，一张红牌让他们用10个人撑完了下半场。而 Bellingham 退回自家禁区，一次又一次的把球挡下，把墨西哥的反扑一寸一寸的磨掉。10个人的英格兰3-2赢了。但你要知道一件事，这个在皇马伯纳乌被6万人齐唱 Hey Jude 的天才，回到英格兰却是全国争论的中心。同一双脚在马德里是掌声，在英格兰是一副十字架。英格兰上一次捧起大赛冠军是1966年，整整60年。而且不是没有机会，近2届欧洲杯，英格兰连续2次踢进决赛，却又连续2次在最后一步倒下，一次输在12码，一次败给西班牙。那种明明就快到了的心碎，一次比一次更痛。而2024年那支在决赛落败的队伍里，就有 Bellingham， 他亲身尝过那个味道。60年来，一代又一代被寄予厚望的天才走进这件白色球衣，又一次次的倒在最后一步。而现在，这副重量落到了一个2003年出生，这届世界杯期间才刚满23岁的年轻人肩上。劝题是，凭什么是他？他真的扛得起那个压垮过那么多前辈的重量吗？这是 Jude Bellingham 的故事。故事的起点不在马德里，不在多特蒙德，而在英格兰中部一座并不起眼的城市——伯明翰。Bellingham 从8岁起就在伯明翰城的青训营里长大。2019年8月，他16岁又38天替一队出赛，成为俱乐部史上最年轻的一线队球员，把 Trevor Francis 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纪录，一口气提前了101天。那个赛季，一个还在念书的孩子替球队踢了整整44场比赛。然后大俱乐部来了，他离开，前往多特蒙德，而伯明翰城做了一件足球世界里几乎不会发生的事。退休球衣，你大概知道那是什么？当一个球员为一支球队付出10年甚至一辈子，拿过冠军，成为传奇，球队才会把他的号码永远封存，从此没有人能再穿上。那是一种最高的敬意，通常属于30几岁功成名就的老将。而 Bellingham 离开伯明翰的时候17岁，只替一队踢了1个赛季，他们却把他的22号球衣退休了。理由写得很简单，为了记住我们自己人，也为了激励后来的人。一支英冠球队为一个17岁只待了1年的孩子做出这种只留给传奇的决定。这座城市在他还没证明任何事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们送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而那个22号会在很多年后用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再次回到这个故事里。2020年7月 ，Bellingham 加盟多特蒙德。德甲是这个世代英格兰天才的锻造炉，在这里，他不是被保护的新星，而是被丢进中场正中央，要求他去抢、去跑、去扛。首次登场，他就成为俱乐部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把 Nuri Sahin 的纪录改写了5天，3个赛季，132场比赛。一开始，他还只是那个负责跑动、负责抢球的年轻人，但很快，他成了整支球队的心脏。多特蒙德把中场的节奏交到他手上，而他扛了起来。2022到23赛季，他用一整季的统治级表现，带着球队一路领跑德甲冠军的争夺，直到最后一轮才饮恨。那个赛季，他拿下德甲年度最佳球员。同一年，他还把2座专属21岁以下球员的最高荣誉——澳洲金童奖与科帕奖一起收进口袋。他之前也拿过1座德国杯，但在多特蒙德，真正定义他性格的不是那些奖杯，而是一句话。2021年12月，多特蒙德输给拜仁慕尼黑，一颗争议的12码决定了比赛。赛后，才18岁的 Bellingham 公开对着镜头开炮。他说的不是抱怨判罚那么简单，他指的是那位裁判 Felix Zweier。多年前曾因为一起假球丑闻被禁赛。他说：“你让一个有过打假球前科的人来吹德国最大的比赛，你能期待什么？”18岁在异国联赛指名道姓地挑战一位资深裁判，德国足协以非运动员行为开罚他4万欧元。有人说他狂，有人说他不懂事，但没有人能否认一件事：这个孩子一点也不怕。这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火气
会是他日后最强的武器，也会是别人攻击他最好的把柄。离开伯明翰时，他是个男孩；离开多特蒙德时，他已经是全欧洲最抢手的中场。2023年6月14日，皇家马德里宣布以一支6年合约签下 Bellingham。到了马德里，第一个问题居然是穿几号？他最爱的22号，那个在伯明翰被退休的号码，在皇马已经有主人。于是他做了一个选择，他挑了5号 Zinedine Zidane 的号码。他半开玩笑地说，反正也没剩什么好挑的了。但这背后藏着一件事。小时候，他父亲有一件 Zidane 的球衣，他到马德里的那个夏天，父亲把那件球衣交到了他手上。失去了2次的22号，换上了偶像的5号，命运好像在暗示着什么。然后在马德里发生了一件近乎不真实的事，他的前15场比赛打进14球。这个数字改写了皇马尘封已久的队史纪录。在他之前，那个纪录由 Di Stefano、有 Cristiano Ronaldo 共同保持。白色球衣的历史上，没有人开局比他更凶。那年9月，一个伯纳乌的夜晚，他在补时阶段打进绝杀，全场6万人为他唱起了披头士的 Hey Jude， 那句人人都会哼的那那那，成了整座圣殿献给他的合唱。赛后他说，那是我在球场听过最大的声音。当他们唱 Hey Jude 的时候，我起了鸡皮疙瘩，我的腿在发抖。而他在那个赛季最让人上瘾的是那股越到最后越可怕的大心脏。那年4月，伯纳乌的 El Clasico， 皇马2度落后又2度追平。补时阶段是 Bellingham 在远处把球捅进网窝，3-2绝杀巴萨，几乎一只手把西甲冠军锁进了柜子里。一次又一次的关键进球，让伯纳乌开始相信这个英格兰人是来写历史的。一个英格兰人在西班牙的圣殿里被当成神，而他也回报了这份信任。第一个赛季，他就赢下西甲冠军与欧洲冠军联赛，外加西班牙超级杯。20岁站上欧洲之巅，在俱乐部 Jude Bellingham 几乎没有输过。天才的重量在这里只换来掌声。但只要换上英格兰那件白色球衣，一切就变了。一样的自信，在马德里叫王者气场，在英格兰却被叫成傲慢，甚至巨婴。为什么？这件事得分3层来看。第一层是落差，在皇马，他身边全是顶级队友，可以尽情发挥。但穿上英格兰，球队常常踢得零碎，进不了球。而他对上最大牌的那个名字，自然成了众人第一个出气的对象。2024年的欧洲杯就是这样。英格兰跌跌撞撞，小组赛3场只进2球，球迷在看台上对着自己的球队发出嘘声。赛后 ，Bellingham 用了一个词形容自己：戴罪羔羊。第二层是那股火气，也是在那届欧洲杯16强对斯洛伐克，英格兰落后1球，距离出局只剩最后几秒。就在那一刻 ，Bellingham 在禁区里腾空而起。一记第95分钟的倒挂金钩，把整支球队从悬崖边拉了回来。那是纯粹的天才。但进球后，他张开双臂，摆出那个庞福在说“不然还有谁”的睥睨姿态。紧接着又对着对方替补席比了个挑衅手势，被 UEFA 开罚。同一颗球，前一秒是拯救国家的英雄，后一秒是惹上麻烦的问题人物。甚至有队友私下抱怨说他太想当镁光灯的中心。第3层最微妙，他沉默寡言，成功远在西班牙，不混英国内圈媒体。这反而让他成了最好打的靶子。英国足球有一套熟悉的剧本，先把天才捧上神坛，再亲手把他拉下来。而 Bellingham 刚好站在那个最高也最容易被瞄准的位置上。对塞尔维亚替补上场时，他被嘘；这届世界杯的开幕战，他也被嘘。而这股张力到了这届世界杯还没停。就在他动中2元，把英格兰送进4强的那场对挪威之后，他自己的主帅 Thomas Tuchel 却在赛后公开嫌球队踢得草率。私底下 Tuchel 甚至认为这个当家球星该改态度。Bellingham 的回应只有冷冷一句 ：“Yeah, well, whatever， 随便啦。”一个刚用2颗球拯救球队的人，赛后等到的不是掌声，是自己教练的公开批评。这就是英格兰这件球衣最残忍的地方。他不只要求你踢得好，他还把你放到聚光灯的正中央。
你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都会被一个等了60年的国家拿放大镜检视。同样一股自信，在俱乐部是资产，在国家队却成了众人投射焦虑的靶子。在他之前，一个又一个被期待压在肩上的英格兰天才，都曾站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人以为 Bellingham 会是下一个被压垮的人。然后，2026年这个夏天，他给了所有人答案。对墨西哥10个人的英格兰，是他上半场98秒的梅开2度撑起了领先，是他下半场那次刺飞身缠墙守住了胜果。8强对挪威，剧本更煎熬，英格兰一度落后，全场踢得绑手绑脚，眼看又要重演那些明明就快到了的老剧本。是 Bellingham 先在上半场尾声扳平，把球队从崩溃边缘拉回来。然后比赛拖进延长赛，在第3分钟，又是他攻进那颗把英格兰送进4强的制胜球。90分钟加延长，一个人包办全队2颗进球，连续2场淘汰赛2次独中2元。那个被质疑态度、被自己教练批评、被媒体反复检视的人，用最不容置疑的方式回答了所有人。这一次他没有倒下，这一次是他把所有人扛在背上往前走。开场那个10个人死守 Azteca 的画面，此刻有了完整的意义。他不是在为自己踢球，他是在回答那个问了60年的问题。这一次扛得起来的人来了。4强 ，Jude Bellingham 要面对的是 Lionel Messi 的阿根廷，这几乎是命运写好的剧本。一个39岁想带走最后荣耀的老王，一个23岁想终结60年等待的新王。一场关于交棒的比赛，没有人知道结局。或许他会像那些前辈一样倒在最后一步，或许他真的会是那个把英格兰背了60年的十字架亲手卸下的人。再过几天，我们就会知道答案。但无论那场比赛怎么收场，有一件事此刻已经确定：那个曾经被退休了球衣，却连最爱的号码都留不住的孩子，那个在马德里被当成神，回到家乡却被许的年轻人，他已经用一双脚让所有质疑的人闭上了嘴。原来他是真的，他是这个世代真正的天才之一，而现在就差最后这几步了。Shoes left sleeping on the floor. Half the city found a screen, half the sky is turning warm. You bring lemonade and chips, I bring pillows from the hall. We make a stadium out of this little room and nothing more. Every pass across the grass makes the window catch the light. Every laugh that comes too fast makes the afternoon feel right. We do not need a perfect plan. We do not need to know the odds. Just a song in a sofa stand. Just a soft place for our hearts. We get football vibes. Easy sun in our eyes. 我是 Pitch 球场，我在这里说足球故事。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故事，记得订阅，我们一起追求。